Hello，各位，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是阿伟。现在拍摄时间是4月7号周二的晚上8点50分。前几天我有发蛮多支影片的，就有收到一个观众留言，他就跟我说，他希望我拍一集教他怎么在这个 TradingView 上面设置这个均线。大家知道均线是我一直以来在用的技术分析的一套系统，我自己有一套阿伟观察系统，里面有4组均线，就是20、60、120还有200，那分别有 MA 跟 EMA， 他不知道怎么在这个盘面上面去设置这个均线。那我在直播当中，我有发起调查，因为我想说这个问题会不会蛮多人都不知道的。我发起调查其实是50%，其实有一半的人在看我的影片或看我的直播，但他其实不知道怎么设置这个均线。但均线应该是很基础的看盘软体都会拥有的一个指标啦，就是它是叠图的嘛，就是可以叠在价格上，而且是可以代表这个支撑跟压力的一条线。所以我想说，就用这集的时间呢，来教那些投资朋友说要怎么在自己的这个技术分析的这个图面上去新增均线 MA 还有 EMA。MA 就是移动平均线，EMA 呢就是这个指数移动平均线。好，那我们就看盘。那现在看到电脑的画面呢，就是 TradingView 的画面。TradingView 我在之前的影片我讲过，就是这支影片那个连接放在这里。就是这一支呢，我已经讲过 TradingView 所有功能，它也是我现在目前呢唯一在使用的电脑看盘软体，就是技术分析，全部都是用 TradingView 他们的产品的这个超级图表。好，那我们就点开超级图表。OK， 你会先看到很多根的这个 K 棒，很多根的 K 棒。以防各位不知道 K 棒是什么意思，我一样先讲 K 线好了。好，假如像我们先随便找一根 K 线，好，那就找这个我这天画出来的这一根 K 线，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假如这一根 K 线的话，它怎么画出这一根 K 线的？怎么画出这根 K 线的？就是因为等一下要讲均线，也是要先讲一下 K 线是怎么画出来的。好，那我们这是一天的嘛，那我们把这个时间调到5分钟的。好，那这个框框呢，就是4月6号21点30分到这个4月7号的3点55分，最后一根5分钟跑到的是4点。所以这个就是4月6号到4月7号这一根 K 棒。好，那我们先换成这个线图，大家应该知道了。换成这个线的话，基本上它价格在这个时间内就是一直在这个地方成交，这是它成交的这个轨迹，它价格当天就是这样波动，买卖成交的轨迹。那要怎么画出 K 棒呢？怎么画出日 K 呢？你要先知道日 K 是由4个东西所组成的，4个东西所组成的。哪4个呢？分别就是开高低收，开高低收。好，那我们要先找什么？先找2个最关键的东西，就是什么？开跟收，开跟收。这里开哪里？这一天的话，可以看到开盘是开在下面这里，对，这是开盘。绿色的话呢，它是绿色棒子的话，开盘就会是比收盘还低。那如果是红色棒子的话呢，开盘就会比收盘还高，也就是收盘比开盘低的意思。那看最后一根收在哪里？最后一根是收在这里。好，那你就要知道，你这样画出来这2个东西是什么？基本上上面这个呢，就是 close， 就是收盘价，这个是收盘价。那这下面呢？下面这个是开盘价。那我们接下来会找什么？然后找2个价位，哪2个价位呢？就是最高价还有最低价。那最高价可以看一下，最高价在哪里？在这里嘛，这一根上影线，这就是有来到的价格。那最低价在哪里？最低价在这里。好 ，OK， 那我们这样基本上 K 线就画完了。K 线就画完了。怎么画呢？接下来就是把这个中间收盘价到开盘价的地方是实心的。那如果到最高最低的地方是空心的，那基本上都画完这一根 K 线了。基本上画完这根 K 线了。那这根 K 线具体最后会长什么颜色呢？最后会长什么颜色？就是看它开跟收的那2个价格会长什么样子。好，那可以先看到嘛，它最后是怎样？收盘价在这里，那开盘价在哪里？开盘价在这里，所以这一根会是什么颜色？这根会是绿色的。这根会是绿色的。好，那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它实际上长什么样子。就是画到一天的话呢，它其实就是哪一根？就是刚刚看的这一根，这一根就是刚画的，这根绿色的，没错，就是刚刚画的。好，那讲完 K 线了，接下来要讲怎么设置这个均线。首先呢，上面这里有个技术指标，对不对？那你打开技术指标呢，这边是我收藏的，那你应该是没有收藏。想要收藏的话呢，你可以在技术分析这个右边前面这里星星去按一下。那我们要打什么？我们打 SMA， 打 SMA 就会找到这个 Simple Moving Average， Simple Moving Average， 那这个就是均线，这个就是均线。那我们就点一下，
有没有看到你的图上就跳出了一条？那左上角这边呢，你刚刚叫出来的指标，那你可以按这个眼睛可以把它显示出来，然后眼睛可以把它是隐藏。好，那这条目前叫出来这个是多少的均线呢？其实你要在右上角这里看，这里右边有一个设定，到这个眼睛的右边这个是设定，你按设定呢，输入这里有一个参数可以输入，那这个长度基本上是我跟各位讲的几日移动平均。我们现在在日线哦，天就是日线，那现在9的话呢，就是9根 K 棒9日的移动平均。那我自己常用的是什么？我常用的是20，所以把这个数字改成20呢，你就会得到这条就是这个20日移动平均，20日移动平均。那 TradingView 因为它功能比较多嘛，所以它可以干嘛？这个样式这边呢，你还是可以去调整这个均线的颜色，这边可以调整均线的颜色。例如你喜欢这个粉红色，你可以调粉红色。那下面呢，可以调均线的这个宽度，然后均线的这个宽度。那还有什么能调呢？还可以调它是这个虚线还是这种点状线。那我基本上调的都是最细的，或者第二个这个粗的而已。颜色的话呢，你就挑一个比较亮眼的颜色。当然各位不一定盘面是黑色的嘛。这边大家 TradingView 自己这边再去设定一下，这里可以右上角这个设定这里，你可以去调整你现在的这个商品的一些画面，大家再去研究一下。我自己是觉得黑色看起来对眼睛比较好了，然后调白色的均线看起来就会非常清楚。那你这样就叫出了什么？就叫出了20日移动平均线了，20日移动平均线了。OK， 那我们现在再换叫第二个，第二个是什么？指数移动平均线。那指数移动平均，你就在这里打指数移动平均。跳出这个 EMA， 这是指数移动平均线。那一样，现在目前这条是9日的指数移动平均线。那你在右边这边的设定呢，点开一样输入，你输入20的话，你就可以得到20日的那个指数移动平均线。一样，它也可以去设置一些颜色，还有那个线的这个粗细，还有什么？还有这是这个线的这个形状都是可以去设定的。那这样就完成电脑上的那个普通移动平均线跟指数移动平均2条线的设置了。OK， 可是这样2条均线是完完全全不够的吗？像你看我的观察系统呢，就已经有4组了。那你如果设置2个呢，基本上是完全不够。而且如果你是基本用户的话，基本上只能设置1个指标，完全是没办法。如果你像我升级到 Essential， 最多也只能叫几个，最多也只能叫5个指标，叫5个指标。再叫太多呢，他就会跟你说不行，已经叫太多，在升级方案了。所以你基本上这样还是不够的。那要怎么样像我一样呢？把所有的均线写在一个指标里。大家可以点这个指标的右边有一个任何一个指标有一个原始码，那就看到这边呢就是这个指标的原始码，然后再往这里呢这个名字这里有下拉，你可以自己这样建立一个新的，然后指标选择指标点下去，你就会到这个画面。好，那接下来到这个画面呢，你接下来就可以参考资讯栏，我有把我自己写好的程式码放在下面，你只要把它复制呢贴上来，然后按执行，基本上就可以跳出很多条均线。接下来这个白色呢就是20 MA 跟20 ENA， 比较浅的是 ENA， 比较深的是 NA。那黄色是60，然后紫色是120，然后蓝色是200，好，分别是这4个。那当然你一样可以双击它，或是点这个六角形，这边你可以去调整你可以调成70或调成多少，但是我自己就是用这组参数。那样式呢，你一样可以去隐藏哪一些，你想看哪一根均线，你就自己去隐藏。你这样就可以算是一个小作弊，就是在一个指标内看到非常多的这个均线。江南银行又来了，还不是江南银行的客户。第2季，你只要开户累积消费满5000，或是不限金额刷5笔，就直接送你一个行李箱。我报你好康，也不要忘记用我的专属推荐码8CGZSH。开户完也不要忘了去解带你一起富起来的活动。新手开户礼200现金，理财测验礼100现金，会员加码礼100现金。想要了解江南银行第2季完整权益的，赶快去找这部影片来看。好，那讲完怎么设置这4组均线组的话，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抵扣价。在破解移动平均线那一集呢，影片我连结放在上面。那一集我有讲过这些均线是怎么计算的，还有讲这些均线要怎么去看它的斜率，为什么抵扣价特别重要。例如这一根均线顶在这里是代表哪20根，或是哪60根，哪200根相加除以多少天是画出这个点的，所以我们要去标出抵扣价。那标出抵扣价呢，可以运用这个工具，在这个斐波那契这里。下面有个斐波那契的时区，你可以从这里去拉。那往左呢，你可以先拉20根，这里有个测量工具，在这个预测的这个下面这里有个测量工具，你可以大概先拉个20根 K 棒。那20根在这里，你再把这一根斐波那契调整过来。好，那这样就是20根 K 棒，那我们就要去调它的参数。接下来你可以跟我的调法一样，就是第一个是0嘛，1、3、6、10，这样代表什么意思？因为刚刚第一个0到1就是20根，那0到3呢就是60根。
0到6就是120根，0到10是多少？就200根。所以大家应该跟我一样看到这个东西可以滑动，那这个大概就是抵扣价的部分。所以呢，现在这一根均线是这20根从这里到这里20根相加除以20点出来的，点出来的价格在这里。那60呢，就是这里到这里相加除以60点出来的呢，在上面这里。那120呢，就是这里到这里所有的 K 棒的收盘价相加除以120点出来在这里，那200是以此类推，这样就是一个很标准的这个均线组了。OK， 讲完电脑版的部分呢，接下来我们来看手机版的均线要怎么设置。基本上手机版的话也有 TradingView 可以使用 ，TradingView 的手机版也是蛮好用的。你在电脑版先设置好那些指标，打开手机的 App 也是可以看到这些均线的。台股也可以用 TradingView 来看，但是应该很多人用的一个软体都是三足股市做的，所以我们也讲讲这个三足股市要怎么设置均线。好，那我们先打开三足股市。OK， 那我们就随便点进一档股票，好，那就看加权指数好了。首先右上角有3条线，点右上角这3条线，接下来就可以点技术指标、技术线图。那你应该会跟我一样会看到这个画面。好，那左边左下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MA， 就是移动平均线。那我们要干嘛？我们要设置它的天数，设置它是几天的移动平均，还要几条？那要怎么调整？就在右上方这里有个齿轮，你就点这个齿轮。OK， 那齿轮这边你应该看到一些配置，那主要在这参数设定，最右边这个参数设定这边，你可以调日线60分、30分这里。那我们先看日线，那你可以先点几个 MA， 我就是点了这些颜色，你先点你要的颜色，右边一样你就去调整你的天数，那按确定就可以设置均线的长度了。那我一样设置20、60、120还有200，那我回去看。图上这边就是均线的部分了，但它没有办法简单移动平均线跟指数移动平均线一起看，但它的抵扣价它基本上会帮你标好，可以看到这里就是20，下面这里就是60，再往这边就是120，下面这里就是 K 线图形最下面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指标，我会跟你说它的抵扣价在哪里。但是抵扣价要怎么跟着移动，跟我们刚刚设置斐波那契要怎么一起移动，基本上在齿轮这边也可以往下滑。有一个抵扣值随茶价线移动，那你一样可以把它点开。那接下来你现在价格值到哪里，他们这个抵扣价就会跟着这个移动，就可以去推演你的行情了。好，那讲完简单移动平均线的部分，我们再看指数移动平均线要怎么设置。一样在左边这个 MA 这边点开，那你可以看它这里还有布林通道 CDP 还有 ENA， 就是指数平滑移动平均线。那我们一样点，那这都是 ENA 的图了。那当然你一样要去调整参数，一样在这个右上角齿轮点开，参数设定往下滑，找到 ENA， 点你要的颜色，设置这个数值，就是你要设定的参数，再往回上一页就可以看到指数移动平均线。那它跟 TradingView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办法 MA 跟 ENA 一起看，所以你可能要分开的去看。那如果你要看两个一样，还是回到我们的 TradingView 也可以去看台股，但是会有一些延迟，除非你付费去买行情就不会有延迟。OK。那以上我应该都讲完了，电脑版跟手机版是要什么设置均线、简单移动平均线跟指数移动平均线。那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两个指标怎么计算呢，也可以去搭配就是破解移动平均线那支影片去观看这个均线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均线的斜率为正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要看抵扣价？为什么指数移动平均线这么重要？这些东西都有在这支影片里面去讲清楚。当然，我觉得这支影片是我蛮早期拍的影片，我觉得拍的没有特别好。如果大家看不懂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我可以再出一支新版的，然后讲详细一点的。当然，我觉得之前在直播就是有蛮多观众有时候一直问问题，他会觉得一直问这个好像很笨，或是问的很多，一直问股票好像大家都没得问，都是我在问的感觉。但我觉得大家要勇于发问啊，就是在投资的这条路上中是很漫长的。你要自己学习呢，你有时候根本不知道要学什么东西。要是你发问，然后有人帮你指点迷津，我觉得是一个很快速的方式。当然，我在这条路上也还在学习，但是如果你发问，如果这个东西我会的话呢，我是会不吝啬的教你们的。好，那这一集就跟大家讲那么多，还有那个 TradingView， 我还是蛮建议大家去升级到 Essential 的，就是用我的那个优惠码，然后我也会在每周三、每周日晚上8点45分，在我频道开直播。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借由那个时间跟我互动的时间来询问。好啦，那这期就有那么多，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地表最强的技术分析网站，你有用过吗？ TradingView 是我进入投资和交易领域以来一直在使用的技术分析网站，尤其是它这个超级图表的功能，绝对可以满足你在
交易上所有看盘的需求。如果你还不懂 TradingView 的话，可以点击这一支影片，里面我有详细介绍 TradingView 的所有功能。我也建议各位跟我一样一起升级到这个 Essential。升级到 Essential， 你可以有更多的指标可以设置，有更多的快讯可以设置，观察列表可以设定更多不同的商品。如果你要升级的话，也别忘了使用我的专属连结订阅 Essential， 只要$15，用我的专属连结，我直接再送你$15，让你再订阅1个月，还不赶快把握优惠？